燕丹，怎么样？还守得住吗？嗯。好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霓裳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别怕，一吻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，只是看着痛罢了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。看破红尘的眼红，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感因为我剜心受刑之时，一定也很痛苦。不要哭，不哭。断情线未断，堂堂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！沉香，并未成血，对吗？我确实对严旦有情，900年前为情罚自成。纵然如此，情根依然不灭。如今，我愿再受刑罚，但此情坦荡，无害三界。哪怕帝尊不封天门，我也会如实相告。我就说你对他那么好啊，应元君，你很有种啊！也罢，天规已改，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，吾可以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若愿意放弃仙籍，辞去帝君之位，你就跟他下界，做一对平凡夫妻吧。谢帝尊。若是他愿意，我定会相陪。但不是现在，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。世事难两全，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仙籍，便要受到刑罚。此妖女已经失去仙籍，以妖女的身份蛊惑帝君，理当处死。有我在，没人可以动她。
曾有人向吾检举，你在历难之时曾假意身故，意欲欺瞒天界，跟此妖女双宿双飞。之前吾还不信，如今看来，此言非虚啊。当时帮助帝君假死，欺骗天界的仙官，是同我一同服侍帝尊的陆明。奇怪的是，陆明在帝君归位之后便失踪了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二人是否为了隐瞒真相，害死了陆明？帝尊，我想陆明之死，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而如今您却在这里贼喊捉贼。大胆，竟敢污蔑帝尊！暗中查探的这段时间，无论多少证据指向你，我都在想，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可直到今天，容不得我再自弃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如今的确已经仙逝，可是到底是为谁所害，口说无凭。这是他生前用记忆凝成的鲛珠泪。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凭这个画面，不足以说明真凶到底是谁。可是陆明在死前给我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便是九曜连珠。没错，九曜连珠乃是万年一遇的奇异天象，以此可练修罗邪术，乾坤隐，功成便不用再修行，可直接吸取他人仙力。这片龙鳞来自上古彝族九岐，此乃天下至坚之物，而唯有乾坤隐可以使其淬化。北冥仙君仙逝后，仙灵不知所踪，而后有人将这片龙鳞放到了仙棺里，随后龙鳞破碎，由此可证，北冥仙君便是由乾坤隐所害。上一次九曜连珠恰逢仙魔大战，祭镇仙灵，则需与修炼乾坤隐者仙力相当。三位帝君、北冥仙君、祭都星君尽皆殒命，与他们仙力相当者，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人。金蝉翼是修炼乾坤隐的最佳法器。三义乌在创世之战时，曾投靠过修罗族，彼时帝尊将其灭族。此后，金蝉翼便不知所踪。此物帝君是从何处寻来的？天之角，不兴庭。直到昨日，他还静静躺在观星石墓上，为主人吸收灵力。我想当年就是祭都星君发现了此物，才会在大战中被杀人灭口。天帝，你可认罪？夺法器，修邪术，挑起仙魔大战，残害同僚无数。若此番指控为实，你到底是天帝还是邪神？应渊帝君，吾一再相让于你，而你呢，颠倒黑白，恩将仇报，居然用一个如此子虚乌有的画面来编造如此荒谬的故事。是不是故事，争辩无益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九岐龙鳞，
帝尊，你可敢将它握在手中？若你从未修习过乾坤影，此物可证清白。你是九重天唯一的帝君了，吾向来器重于你。你以为今日大张旗鼓的召你来，仅仅是为了一个颜旦吗？吾之所以用刑罚来敲打你，皆因不愿你做的那些丑事公之于众，蒙羞帝君之位。但是真没想到，你为情所误，鬼迷心窍。好得很。既如此，今日之事就做一个了结。带进来。陶姐姐不对劲，看来柳微阳已经落到了天帝之手。陶子期，你不是在仙魔大战之中死了吗？众卿看得没错，他正是陶子期。陶子期，你为何死而复生？与众仙说说。当年仙魔大战，我受命赴魔族，劝邪神止战，不料竟意外撞见应渊，与邪神私会。应渊意图谋篡天地之位，早与魔族联手，利用仙魔大战，重挫支持帝尊的帝君与仙君们。我因此被应渊灭口，于生死场沉浮多年，后被帝尊救出，才得知当年3位帝君以性命为代价，杀死邪神，阻止了应渊的阴谋。原来，帝尊说要认真调查，乃是认真去抓人为质，编造假供了。难道仙魔大战是帝应渊君挑起的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仙魔大战之中，应渊君几度九死一生，本帅是亲眼所见。3帝君尽数牺牲，只有应渊一人以中毒之名提前离开战场。但这毒这么快就被汉旦之心给治愈了。众仙，你们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汉旦之心在我体内，救不救帝君，皆凭我意。况且，若要做局的话，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生死大事放在一个外人之手呢？哼，兵者，诡道也。下策伐谋，上策攻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之前你在北冥仙君处当差，为何在仙魔大战前夕被应渊调去了偃虚天宫？陶子季突然现身，身份存疑，空口无凭，不足为信。天帝，你只需手握9旗龙鳞一焰，便可洗清指控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对龙鳞做什么手脚？帝尊何必受此折辱？应渊，吾警告仙官陆明，皆因其知道天界的一桩陈年秘事。吾本应永远隐瞒，真没想到，吾一心想保护之人，竟编造如此谎言，来构陷于吾。唯有修罗族人眉心长有黑纹图腾。应渊，没想到你是修罗族余孽。
永夜宫。永夜宫，老元帅，你参加过上古之战，自然认得此写法。应渊不是修罗族普通的后代，他乃是修罗尊主玄烨之子。玄烨杀人如麻，用乾坤引屠戮他族，方才应渊提及此术。哼，果然是一脉相传呐！你曾说我父母是两族无名之辈，今日又改口，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往日吾怕你被身世所累，望你一心向善，才有所隐瞒。但是吾万万没想到，你偷偷取出了镇魂剑，偷袭永夜宫，这是要步你父亲后尘吗？当日应渊帝君自负神术，本欲自戕，是我不忍，上前阻止，这才破坏了压制修罗的封印。镇魂剑飞出，之所以能被应渊君收服，皆是因为应渊君仙力非凡。是真是假，老元帅不会不知吧？唯有玄烨之子方可修习永夜宫，而镇魂剑是玄烨的佩剑，除了玄烨之子，谁能让他重新认主，俯首称臣？可惜了你这身血脉，竟自甘与凡夫俗子为伍。无论身世真假，修罗族的血债，应渊君丝毫没有助力，反倒是在创世之战当中大义灭亲，亲手除恶。正因此功，天帝才亲封应渊为青离帝君。这数万年间，应渊君守护着苍生，是真是假，诸位皆有心有眼，难道还看不清楚吗？我相信应渊君，就算他是玄烨之子，那又如何？他又没干过一件恶事。是啊，谁能选择自己的血脉呢？我亦相信帝君。吾曾经也以为可以教化他，成为天界的栋梁，可没想到应渊生性本恶，为篡天地之位，居然妄想修罗族卷土重来，还勾结魔族残害同僚。创世之战失败后，他又心生一计，今日他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来陷害吾。之所以应渊如此胆大妄为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吾待你如己出，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，对吗？帝尊昔日的维护照拂，应渊一日都不敢忘。自幼您就教导我，身负罪孽之血，当以身相赎。刚能提剑，我便奔赴战场。从那时起，天下苍生，便是我的责任，更是我的愿望。这万年来，天规教条，我尽守之。天下为重，其余皆轻。在没有遇到严旦之前，这世上没有应渊，只有帝君。若非我查到实证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教我守护天下的帝尊，竟会有如此不堪的一面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，九乾龙鳞和金蝉翼都是乾坤隐存在的铁证。应渊，别以为你巧舌如簧，就可以掩盖污蔑帝尊的事实。果然是擅长伪装，九岐三义乌皆已灭族，你所编造之罪证，简直是荒谬至极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
吾只有彻底揭破你的假面。陶子期，你刚才所言可有遗漏？我复生之后，自叶望川返还人间，竟发现邪神玄香尚在人世。你说什么？邪神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攸关三界，不敢说谎。仙魔大战中，邪神身受重伤，躲进了凡界的朱翠山。我发现之后，本想要立刻返回天庭报信，不想，却看见了应渊君。应渊以下凡历难为名，千难万苦找到邪神，并助其恢复力量。二人早已联手，随时会掀起第二次仙魔大战。邪神当真还活着？那他此刻在何处？本帅即刻带兵去杀了他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恐怕只有应渊君能回答你了。应渊君，本帅相信你和魔族无关，但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此邪神非彼邪神，挑起大战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魔族长老朔华以傀儡术顶替的。颠倒黑白，莫不如是。钟卿，正所谓孤证不立，陶子期所言还有人证。小仙是朱翠山土地，领旨上天，参见帝尊。土地，可见过此二人？见过，他二人想方设法想要盗取我朱翠山的县志，且再三向小仙打探仙魔大战跟邪神的细节。小仙不从，他们便威逼小仙呐。藏书阁夜间守卫近日来报，帝君常在深夜无人时出入藏书阁。帝君走后，记载着仙魔大战的珍贵史籍就此消失无踪。我可以作证，近日帝君不是频繁外出，便是和颜旦在偃虚天宫密谋。我还亲眼看到他们行苟且之事。青云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好你个应渊啊！蛰伏900年，只为了找回邪神，一回来就急于销毁罪证，把脏水泼给帝尊。修罗族果然不可信，杀了他，为死去的同僚报仇。帝君应渊，身为修罗族余孽，得天庭收留，委以重任，但其不改狼子野心。劫魔族挑大战杀同僚，为一己私欲，罔顾天下苍生。九重天再容不得此人。吾宣布，将应渊押至天刑台，处以怨刃之刑。不可，此事还没完全查明，不能草率定罪。我和应渊君共事多年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是不会相信应渊君会残害同僚的。火德月瑶，证据当前，数度为逆贼辩解，难道你二人是他的同党吗？好了，念你二人被他蒙蔽多年，先革去仙职，闭门思过去吧。哼！若还有谁要为应渊求情，可以与他一起共赴天刑台，受怨刃之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今日我便要验个明白。应渊，住
手！别管我，快去龙陵！应渊，别管我了，我们邯郸没有那么娇贵。我听闻岳灵化刃自九幽而降，可以斩仙骨、削仙肉、诛帝君，这刑你不能受，快走啊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应渊，吾已陈10万天兵于凌霄殿外，你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屠戮先族，我现在就将你心爱之人处死，以惩你偷天罪行。别管我，走！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没事的。据说这怨刃之刑有9981道，每受一道，就如同多了一次升仙之劫。岂止啊！怨刃肉体会分而化之，将皮肉筋骨全部切开割碎，内里被碎尸万段，只剩皮囊完整无缺。应渊，只要你肯认罪，和盘托出你是如何与魔族勾结，念在你往日的战功，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话该是我说给你听。等下行刑时，你别看，你别怕，死不悔改，用刑！且慢！小花妖，你是想劝应渊认罪伏法吗？无罪之人，何来劝说之理？他若是蒙冤受刑，女身在此，我又岂能独活于这世间？今日，我便要和他一同受刑。严旦，哼哼，真是一对情真意切的璧人呐！好，今日吾就成全你二人。你受不住这刑罚，真是个傻子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天帝，你为一己私欲，挑起3界大战，罔顾生灵，不配为仙，更不配统领3界。放肆！纵今日我二人身死，天道不亡，列作众仙，绝不可任此罪孽滔天之人再颠倒黑白。严旦，怎么样？还守得住吗？嗯。好。
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霓裳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别怕，一轮岁月亮，洗尽闲尘仍有，只是看着痛罢了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感因为我万幸受刑之时，一定也很痛苦。不要哭，不哭。整整80道怨人，他们居然还活着，难道真是命不该绝？作为战神，这点本事还是有的。不过这第81道怨刃来自九幽深处，其威力胜过前80道之和。就算上古天神现世，也必灰飞烟灭。竟然用怨刃击破了天门！走。严丹，姐姐，这是血藤丹，可助你们调理心脉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手怎么这么凉？我无事，你们快走吧。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是来助你们的。
姐，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。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回来啊！姐，姐，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回来啊，姐姐！回来，姐！快走！姐！芷溪，她是个好姐姐。于墨现在怎么样了？于墨，他已经好多了，再过几日便可痊愈。你呢？你的伤势可有大碍吗？多亏了芷溪的血藤丹，才让我护住了心脉，所以我才好得这么快。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废物，我感觉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以前在天上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小仙士，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插科打诨，每天靠你跟姐姐的照顾，无忧无虑的，总觉得有朋友、有亲人在身边，便已经知足了。而后来我学会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我每天很努力的在修行，可我发现我依旧什么都做不好。如果没有我，你就不会上天星台，于墨也不会受伤，姐姐更不会因为我而死。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。小傻瓜，这一切的错都怪我。你再哭的话，就成小花猫了。你看，今夜不知我们在等待，也不知他在等待谁。这么晚前来，又面带笑容，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吧。
我们海豚耳力甚好，讲悄悄话是会被听到的哦。其实我是在给姐姐庆祝生辰，姐姐从小就喜欢看烟花，我们约好每年生辰的时候都要一起燃放。你们的生辰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你姐姐呢？姐姐嫁去北海了，自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能和对方一起庆祝生辰，但每年姐姐生辰我都会来海边燃放烟花。我们海豚是四海里最耳聪目明的妖精，无论它在哪里都一定会看到的。无论在哪，距离有多远，真的能够看到吗？就算眼睛看不到，心也会看到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是姐妹嘛，就算分隔得再远，心也永远在一起。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跟姐姐约好了，要一起看接星星大典，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把姐姐丢在了天上，我言而无信了。姐姐一定很怪我吧？姐姐还会回来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姐姐了。你在凡间时看不到窒息，但是他在天上始终牵挂着你，如今也是一样。窒息一直都在，只要你想，你们便可以一起看每一场星星雨。姐姐，是你吗？你也和我在一起看吗？只要你心中记挂着他，他便无处不在。从此星星是他，花海是他，漫天飞雨也都会是他。窒息护住了他自己最爱的人，四野邯郸，明哲不弯，哪怕被人遗忘，也绝不陨落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你姐姐失望的，对不对？姐姐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姐妹，到时候我做姐姐，你做妹妹，我来保护你，让你一生无忧无虑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替你活下去的，姐姐。如今天帝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在破死危局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一个人。陶子期。没错，你记不记得，之前在神霄宫的时候，我们撞见他疑似向外传信，而且他口口声声说心系柳维扬，可从来不佩戴他送的耳环，行为举止非常的怪异。我总觉得他对柳维扬的感情并没有那么的真挚。我去问过他，
关于他和柳微阳是如何被抓，柳微阳被关押在何处，他回答的滴水不漏，但是他却过于冷静。若真想救人的话，定会回忆各种细节，而不是不断的指责自己，拖累了他。没错，桃姐姐虽然会经常来看我，跟之前的表现也并没有异常，可她对南海结界还有我们的打算，非常的关心。之前在天星台的时候，我便有所怀疑，她为了自己的爱人投靠了天帝，那为何最后又不顾自己的爱人出手相助呢？她如此行事，岂不是里外不是人了？对她既有怀疑，为何要救她离开？若桃子气是友，我们为了柳微阳理应相救；若他是敌人，我们把他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便是仁政，是日后揭穿天地有力的筹码。可桃子气若没问题的话，柳微阳一日未被救出，他便有可能再次投靠天地。所以我们日后行事，谈话更得小心谨慎，免得让他有机可乘。那日天星台大战的时候，你突然攻向天帝的腰间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他的腰带被刺破后，那里透出寒光，发出兵刃相接的轻柔。我认得那把腰中剑，那是祭都星君缓钦的贴身武器。可天帝为何要佩戴以示星君的佩剑？我曾试探过，有一次天帝不慎拂落了我棋盘上的棋子，却能不差分毫的还原。但只有懂棋之人才能做得到。但天帝他不通棋术，又从不饮酒。如今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没错，变了一个人。之前姐姐也这样说过，说天帝自从仙魔大战之后性情大变，之前的他严肃古板，而如今他不但一再变更天条律法，甚至连刑罚都放松了。还设宴与众仙一起同乐，你们说，天帝会不会已经不是天帝了？既然那个神秘人会傀儡术，那天帝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天帝。我自幼受帝尊教导，之前一直不理解，心怀天帝的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贪功嗜杀？他已身居尊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去残害各位帝君，更没有理由来杀我。如果帝尊是以傀儡术假扮的，就都解释得通了。可真正的帝尊，他去了哪里？难道应渊，此人知道九曜的运行规律，并且贴身佩戴腰中剑，还通晓奇术，你不觉得他跟桓清很相似吗？金蝉翼放在步星亭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，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放的？桓清已死，我检查过他的心神，而且他的心灵也丢失了。天帝极有可能不是天帝，那仙身也可能不是桓清。我们都知道你跟桓清的感情，我们也都不希望那个人就是他。那日在神关林，你确定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检查过了吗？吓到星君了，请星君降罪。不是你们叶望川怎么回事？连鱼都造。回星君，这是我们叶望川积名贵积珍惜的30礼。
行了，你们走吧。放行。我没事。仪藏，多谢你了。天兵排查如此严格，若不是你帮忙，恐怕这神关林我们也进不来。咱们做了800年的朋友，你开口，我自然义不容辞。况且，从前冥王暴虐成性，多亏了银元帝君出手制裁，我们叶望川众生一直记挂这份恩情。众善缘结善果，过往种种，不必再提。3位去探查吧，我守在入口处，定掩护各位安然下界。多谢。是不是他？一会儿便知道了。是新月形状。芷溪曾经告诉过我，在创世之战当中，帝尊为了拯救上古彝族血鹰，曾用神器新月刃剜下了自己的血肉喂鹰，血鹰一族才得以保存。可他身上的伤口却永远无法愈合，形状宛如新月。这是帝尊割肉喂鹰留下的疤痕。这具仙身是他。天帝的仙身被人施了傀儡术，假作还清藏在此处。如此看来，真正的天帝恐怕早就已经……那么现在的天帝就是还清本人了。究竟是何人，能如此瞒天过海？修复结界那日，帝尊曾抽出一缕元神阻止我入魔。如今仙身还在，元神尚存，我一定可以将帝尊复活。若帝尊能够被救回来，那还清的罪便可以招人若揭了。帝尊，帝尊，映月，吾守护了一生的秘密，你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是还亲吗？原来是我错信了他。从一开始，这一切都是我知道的太迟了。奸人狡诈，这不能怪你。你是一个称职的帝君，如果你母亲在世，会很欣慰的。我母亲？不错。这9重天上，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修补上世元尊留下来的天魔结界？因为上世元尊冉清，就是你的生母。刃魂剑来！你母亲自爆元神的时候，震碎了玄烨的转息轮，转息轮的碎片就藏于刃魂剑中，其中保留了一丝残意，
你母亲与玄烨的恩怨过往，便在其中。修罗族屠戮他族不义不公，若尔等再不停手，便是与我神族为战。没事吧？多谢相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自己在这里？我出生后便阖家丧命，四处流亡，我没有名字。冉青，修罗族挑起战火，那是迟早之事。此子身份不明，怎可长留于九重天？他生于祸乱，家人聚散，身份自然无人可证。我已探过他的妖缘，只是个灵力微末的妖族。若把他放回蛮夷，怕是必死无疑。修罗族士兵所到之处，从无活口。他如果真的灵力微末的话，怎么可能活着等你去救他？我赴战场便是为了救人，若因怀疑、怯懦，罔顾一人性命，谈何慈悲？冉青，好吧，我知道你宅心仁厚。这样吧，我传他些许神力，让他足以对抗普通的修罗族士兵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让他下界吧。能留存性命已是万幸，我不会得寸进尺贪图神力。冉青上神本是好意，我不应该让你为难。对了，这是给二位上神刚刚泡好的茶点，请二位慢用。上神，帝尊，小心啊，没伤到吧？没事，是我自己没有端好。帝尊，是我鲁莽了。这段时间，多谢上神相救，我愿
即刻动身下界。冉青，你如愿了，别人逼我，你也入室。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碰到他，他在做戏。他伤势未愈，我送他下界。那我与你同去。不必了，仙神两界还需要你诸多照料。普天之下，尚无人能伤我分毫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上神，我是妖族，我们终有一别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修罗族野心勃勃，几次三番前来挑衅，所以那些仙神才疑心甚重。你别太放在心上了。你身怀天下安危，当以大局为重。只不过我常见你，彻夜讨论兵事。我本想着，或许能帮你些什么，只是没有这个缘分了。若是我能在战争中活下来，你来妖界寻我做客，为我取名可好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是神族人。杀了他们，可悉得万千灵力。我修罗大军驻扎于此，今日你们必死无疑。上！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掌？你明明知道，以我的神力，他们伤不到我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担心他们会伤了你。你救过我一次，我应当还你一次。他们大军应该就在附近，你快走，不用管我。我带你去疗伤。多谢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七曜神域仙力所附，一定会无恙。在此好好休养一番吧。这里是我的清修之地，每逢花期，百花盛放，甚是美丽。只可惜我多年忙于政事，从未好好看过花。让我试试，或许能让花期早至。啊，我是树木所化，能逆转花木的生长周期。
百花齐放，春意盎然，果然是不错。花开之美，在于等待的诚心。正如不经冬寒，难知春暖。景色虽美，只可惜我还有事要忙，要先走了。你常说你忙于政事，久未看花，倒不如在这里欣赏片刻。待过暮寒，便知春盛，就叫你慕寒，可好？暮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甚好。甜吗？嗯。哎，你看。我在这里住了多日，不敢再过叨扰了。这段时间过得可还开心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走吗？往日皆是，不可沉溺。我们也应该告别了。若我偏要沉溺呢？
流星虽美，却转瞬即逝。不知今日美满，是否也会如此？啊，对了，你可有镜子？世事易变，正如星起星落，月圆月缺。若有一日你后悔遗憾，至少可以看看这镜中之景，一如往昔，我们永不离散。不管尘世如何改变，你永远是我的父。永远都是。神域为何？有夜宫，果然是你，玄烨。然清，我还是喜欢你叫我慕寒。你察觉端倪，想来是用了假神玉。那你可否受伤了？需要用它？休在惺惺作态。往日种种，皆是算计。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偷盗神玉，屠戮弱小，实现你们修罗族一统天下的野心。我族命途短顺，即便神力盖世，仍难降服各族，所以我才借神玉一用。但我心悦你，绝无半点的虚言。天下爱人，我都不会放手。可笑！我错信过你一次，绝不会有第二次。是我不辨忠奸，养虎为患。今日我必当亲手铲除祸弊，以赎己罪。没用的冉清，如今我已拥有了七曜神域，永夜宫已经登峰造极，转心轮更可以逆转时间。无论今日之战是何结果，你都杀不了我的。莫再执念了，小心伤了你。敌族之妻，亲夫之叛，我伤的还不够吗？既然如今真相已经戳破，
你又何必再虚情假意？等我成为天下尊主，人愿与你静待花开，你便知道我的心意不假。等我。冉青，你怎么来了？神域已碎。你收手吧。收手？我早就学了千秋万代之手，你毁了玉又如何？你不能死，我要让你亲眼看到我统一万族，开创6界。杀了我，得了你的天下，你就得偿所愿了吗？你说过。我们永远都不会分离。如今，你终究是失约了。如果能回到当初，我还是想遇见你，只是我不希望一切如这般发生。可是。都没有机会了。我爱过你，不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失约的，冉青。等我可以改写我们的结局。
为什么不躲？为何这般看着我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一直仰慕冉青上神的威名，今日一见，不觉看呆了。我知道冉青上神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暮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我叫暮寒。你不记得我吗？冉青，原来慕寒便是玄烨。你接近我，只是为了得到七曜神玉。为什么？冉青！仙神皆云，我已统一6界，爱情与天下，我都不可能会放手的。冉青，你杀不了我的，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帝后吧。执子之手，方知岁月不暮。我不会再错了。那就让我们一同沉溺，星河灿烂，岁月流转，朝朝暮暮，永无尽期。转系千变，厌恶天下与你双全之法。这一次，我定要与你白头到老。好美的云霞呀！雪夜说我日日忙于公务，错过许多天光。我卷一片云霞，
带回去与他共赏。尊主，南方战场传回捷报。不要松懈，乘胜追击，不必在上世元尊出无双境前统一6界。统一6界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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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铸下大错，竟相信玄烨为我隐归的许诺，被困无双境所造的幻境数月，暂时拖延不得，这个孩子便交给你了。轻生孽障，我本应以命相赎，谁知腹中已经有了他。稚子无辜，你给他一个新的身份吧，切不可让人知道他的身世。我已在他身上下了咒，只要魔纹不显，修罗族人不会察觉他的存在，分辨不出他的样貌。乾坤印与永夜功，他也练得炉火纯青，再加上七曜神域和无双境，玄烨现在的神力深不可测，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？放心，我亦与从前不同。万一我回不来，仙神两族就交给你了。切记，从今往后，天条重立守戒，9重天各仙神不得生情，违者刑罚加深，认错方休。放心吧，这个孩子，这条天规，我必为你守护。染月功是我新创的仙术，可无论我出何招式，你都能应对自如，仿佛早已见过。玄烨，你是不是对我用了转息轮？既然被你猜出，那我也就不隐藏了。冉青，若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人，那结局永远无法改变。别再执着了，放手吧。过来。你为了一次次杀我，竟不惜耗费寿数，逆转时间。我每次都是为了救你，而你每一次都是为了天下选择牺牲。这一次，我要将你困在无双境里，永远不会让你死在我的面前。我是上世元尊，使命便是守护天下苍生。无论你如何阻止，都改变不了。玄烨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
可为何你不放弃自己的野心？你别跟我说这些！一次次的时光逆转，逼我认清了宿命二字。你不过也放不下你的使命，我也放不下我的野心。热情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攻下这个天下。哪怕只要你愿意一次，结局就可以改写。世事易变，人心难改。你我皆把天下看得比情爱更重。承认吧，玄烨，你我生来就是仇敌，不死不休。冉青，这一次我又输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哪怕万死，我也可以回到最初。总有一次，我能骗你一辈子，和你白头到老，共享天下。你变强了，你为何能抵挡住永夜之光？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你的修罗血脉。应渊，记住这个名字，这是你儿子的名字。冉青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倔强？陨灭之后，无视了法咒在刃魂剑上，不让他说出你的身世，并且将其封印在地崖之中。往日皆是，不可沉溺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竟成了他们二人的宿命。这只是玄烨一个人的宿命罢了。执迷不悟，从始至终，都只是他一个人。先生不可有情的天规，竟然是母亲定的。原来帝尊一直教导我，恪守此规，绝不容犯。谢谢帝尊告知我生从何来，母亲守护的三劫，我定能替她守住。我要将你复活，揭开还亲的阴谋。不可，还亲无法摧毁吾的仙身。只因吾的元神留了一丝在你体内，还亲无法真正的杀死吾，所以只能用傀儡术扮作吾。应渊，你继承了玄烨毁天灭地的修罗血脉，如果一旦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有吾的元神可以将其压制。还亲可以走到今日，不是一个人，他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。能够还三界平安的，唯有你。
应月，吾不惧死，但创世之战的炼狱之景，绝不能再现。我怎能将我之生立于帝尊的性命之上？应渊帝君生，3界方不会覆灭。应渊，不要忘了你母亲的遗愿，为吾，为你的母亲，守护3界万灵。应渊，记住了。帝尊对于应渊来说，情谊深厚，如同父子。他如今知道了，他最亲之人是被多年好友所杀，定是痛彻心扉。哪怕是上神、帝君，也躲不过造化弄人。你是何人？修罗族大祭司灵江，参见少主。属下来迟，望少主恕罪。属下受桓钦蒙蔽多年，一直不知道少主您的真实身份。可恨那桓钦，身为修罗族人，竟会设计伤害尊主的儿子。什么？桓钦竟是修罗族人？可书上说，修罗族只有内丹，并没有仙根。那桓钦是如何修得仙灵、仙阶加身的呢？创世之战前，我们已经相识100年，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异样。桓钦是尊主最为得意，也是最隐秘的一枚棋子。参见尊主。种植仙根，需将你体内的修罗内丹击碎，还需将你全身的血液抽尽，替神族之血。若不能成功的话，那便是死。要是能成功的修出仙灵，那么你也就是废人一个。桓钦自请前往9重天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为吾族大业，百死不悔。很好。桓钦竟然如此隐忍，怪不得能在天界潜伏万年。我和他并肩多年，他从我而亲，竟然没有想到，他这场戏瞒过了所有人。所以你们尊主离世之后，修罗族一直是你们在掌管。是。当年我族败退，属下心有不甘，安顿好剩余的族人后，便去找桓钦，共图复族大业。当时桓钦还未被封为星君，他一再退缩，不敢担此重任，他将我藏了起来，说是容他考虑几日。过了几天，他拿回了一块百炼钢，说是此物让他下定了决心。百炼钢，原来他始终耿耿于怀。
落叶之泽，沾衣是骨。桓钦，任你如何气势如虹，吾族依然是最后的赢家。我带你回去。你昏迷以后，应元军去了修罗族的血洞祭坛，九死一生取回了他们的至宝生骨石。这生骨石修复躯体需注入大量修为，可惜啊，我根基太浅，想帮也帮不上忙。最后是应元军耗费了自己大半的修为，这才帮你把手接好。应元，谢谢你。我还以为我要做一辈子残废了。你我并肩作战多年，你已经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何况，你为破敌断手，就算没有私情，我也会这么做。你这一掌断得不亏，自和修罗族开战以来，能成功斩杀修罗族大长老的，你可是第一人。听说帝尊近日就要册封第4位帝君，要带着4大帝君一起攻入修罗王城做最后的决战。这个位置肯定是你的，你就要名留仙史了。桓钦接旨。号称天极，奏禀八方，先君桓钦统领天兵千载，有万夫莫挡之勇，立下不世战功，振兴甚慰，6界幸甚。即日起，禁卫赐封冀都星君、掌部兴亭、司州天星宿。谢帝尊，桓钦定当尽心尽职，不负帝尊厚望。帝尊挂念星君，还特赐了一样宝物。百炼钢，此物至坚至柔，炼成法器，可得万种变化。帝尊将它赐予你，可见对你的爱重。承蒙帝尊厚爱，桓钦喜不自胜。一个人喝闷酒呢？白白浪费你的仙力替我续手，恐怕帝尊以后再也不会让我领兵了。哎，听闻你刚封了帝君，恭喜啊！帝君啊，可否陪小仙喝一个？你体内怎会有修罗之气？难道你在血洞祭坛里被修罗鬼面蛛咬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寻常人如此早已暴毙，为何你的血液中仿佛在压制着他？难道你是修罗族后人？桓钦，其实我的母亲是一名曾被修罗族蛊惑的无辜小仙。你为我以身犯险，才导致身份暴露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将此事说出去的。不过你在进位帝君之时，要与天地立命，届时你的血缘一定会被发现。帝尊治世严苛，一定会杀了你的。
月渊，你还是快走吧，我护送你离开天界。桓钦，帝尊知道我的身份。他知道你是修罗族人，怎会容你至今？还封你做帝君啊？帝尊说，有此血脉，更当竭尽全力为天界尽忠。玄烨死后，他便与修罗族断了联系。桓钦这个暗棋没了主子，变成了废子。他或许曾经想过就此做神仙，这才拼了命的为天界出征。奈何帝尊青睐的人并不是他，他有一腔做帝君的心，怎能耐得住不兴挂月的寂寞？当年他知我血脉，仍当我是朋友，我一直心存感激，视他为知己。现在想想，他出身于修罗，心中滋味定是复杂难言，这一切也便化成了恨意。少主，桓钦此人不足为惧。既然我已经找到了您，那么沉睡万年的修罗族随即便将苏醒。你打算如何做？只要您将压制血脉的天地元神抽出，释放您体内的修罗神力，当年死于创世之战的族人们便有复活之日。你都已经知道了？是。仙魔大战，桓钦吞噬了天地仙灵，却始终无法将其彻底杀死。当我得知您是尊主之子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无所作为，竟是被天地所压制住了。属下等这一日等了许久，想不到尊主竟有血脉存留，当真是天命所归。少主，您放心，修罗族全体族人定会像供奉玄烨尊主一样供奉您，不日，您便会修得无上神功，为修罗族重振荣光。少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记着，我永远不会是你的少主，我是青离帝君应渊。雨墨哥哥让我试探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急不可耐。你真的和天帝在勾结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信你送不出去。我是心急想救玄香，所以传信给昔日天庭的姐妹，想让她们帮忙。你认为我们会信吗？纵然你有千般苦衷，或是受制于人无法开口，若你真的爱柳微阳，他如今生死未卜，唯一能救他的就是我们，你为何还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？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害你们。进入南海以来，你们商议任何事情都逼着我。我明白，亦没有资格要求什么。但我担心玄香的心情，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分。无论你现在怎样辩解，我都不会再信你了。抱歉了，陶姐姐，现在必须要将你先关起来了。龙尊招揽，整个南海已被我天兵围得水泄不通。为了四海水族免遭战火，请速速交出天庭叛党。龙尊，天兵来了，他们围住了龙宫，说要搜查天庭叛党。可以啊，书信已毁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真的不是我。你别再装了，你真正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，并非是那封信，对吧？我们给了你可乘之机，并不是因为你表演的无懈可击，而是因为哪怕我们怀疑你，我们也不愿意伤害曾经的朋友。
他不会轻易承认的。我们得立刻离开南海。天兵突然发难，定是得到了我们的准确信息，不找到我们，便不会罢休，断不可祸及南海。赵兰，你是龙尊，如果发现我们在这儿，当以四海为重，知道吗？明白。云墨哥哥，南海有一密道可通往外界，不过带上他吧，无论他是不是伪帝的人，如果丢下他，我们就彻底失去线索了。你们先走。走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条路久许回肠。陶子期，为何总是有追兵跟着我们？若非昭兰提前告知的话，我们都会迷路。这也太不合常理了。陶姐姐，你刚才为何要替我挡这一剑？本能而已。谢谢。不过，我怀疑你这个伤口有蹊跷。原来如此，他中的剑带有追息香，会暴露行踪。陶子期，你曾经亲历仙魔大战，不可能不知道此物吧？你们怀疑是我故意引来追兵吗？倘若中间的是颜淡，一样也会染上此毒，我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倘若你们不信我，把我扔给天兵便是，我宁愿一死，以证清白。想得美，放你回去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你现在是一条线，线的那头连着天兵，只有杀了你，断了线，我们才能走得出去。不可，他线的另一端是柳维扬，若是把他杀掉，无法向柳维扬交代。况且昔日仙魔大战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调查清楚，他是当年的亲历者，他不能死。现如今，我们还是赶紧找到出口，先出去吧。这鼎炼了万年仙丹，克制一切水火，能破上神仙防，不好对付。这伪帝还真瞧得起我们，居然为我们定制了法器。再这样下去，周身一旦损毁，将会四分五裂。颜淡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们，走！快回来！
们必须掉头回去。来不及了，天兵抓走了严丹，会立刻回去复命。我早就看你有问题，我就应该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引来追兵，严丹也不可能被抓走。如果能由我自己换回的，我一定头也不回地跳下去。云墨，你现在杀了他也于事无补。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要冷静。一旦冲动的话，严丹只会更危险。醒了。早就听说严旦姑娘的棋艺冠绝三界，今日终于有机会和你对弈了。这是应渊兵书上的最后一局。你想利用我破了此局，来防范应渊的调兵布阵，对吗？听严旦姑娘的语气，似乎把吾当成了敌人。政见不同，方可成为敌人。你2次叛主谋私，背负了无数血债。你是3界共仇的罪人，修罗族还清。不错，我还清是3界的罪人。那应渊呢？他可是3界的功臣，他2次背叛你，叫你生不如死的时候，置你于不顾。那他这个功臣和我这个罪人，孰优孰劣？我与他之间的事情我都清楚，他从来没有负过我。今日我在这里，也是自己的选择。倒是你，除了对得起自己，还对得起谁呢？你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威胁陶子期，宁愿放弃自己的性命也要帮助你的？吾从来没有威胁过陶子期。好了，不做口舌之争了，猜一猜，这个棋局孰胜孰败？这样吧，3界为盘，你命为棋，说不定这次应渊，他会心甘情愿地败。真有意思，我帮你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你个孱弱的莲花精，还妄图杀吾，真是自取其辱。可就算像我这样的莲花精，我也看不起你。我至亲皆是你所杀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你的至亲是吾杀的吗？九旗灭族是那个天帝亲自下发的命令，北冥仙君到战场也是那个天帝调派的。只惜，若不是他要相助应渊，我又何必杀他？你只不过是在为你的利益狡辩而已。吾的利益创造了3界的福祉。你终于承认了吧？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并非是为了修罗族。也并非是心怀大义，你只是为了你的野心，还有你的地位。那应渊口中的大义呢？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？是，吾是修罗族人，可你千万别忘了，应渊是修罗族少主啊。他和你不一样，他虽然有着玄烨的血脉，可他从未行过一件不义之事。幼稚，严旦。你只是个小小的莲花精，天下大义与你何干？如今我便是天道，你口中所谓的大义，只是一句屁话。请吧，如果你不下或者故意下错，天雷便会劈于你身，连续3子下错，棋局自会重设。
困局不解，天雷不止。以你的道行，撑不过百道天雷。桓清，你记住了，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恶有恶报，早晚会受到天谴的。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现在吾已在宫中备好了茶水，等着应渊过来欣赏他的挚爱遭受痛苦。当年他的父亲为了一个冉青，致使修罗灭族。今日吾便以你的命，断送他的一生。快哉，快哉！